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易贝诗药保湿易贝诗、易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的。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易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易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方面的专家于继进于老师，欢迎于老师。百合婚恋学院的院长周小鹏周院长，欢迎周院长。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来，各位请看。我们结婚5年了，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做很多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和他根本没办法沟通，我特别受不了他每次暴跳如雷，对我大吼大叫的样子，而且他一生气总会做出一些特别过分的事。我非常反感他每次吵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寻死觅活的样子，有时候真的怕他出个什么事。我其实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沟通。明明是我发现他和别的女孩关系暧昧，最后反倒成了我的错。他在家不做家务，也照顾不好孩子，一天就知道打麻将。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是一段婚姻的危机，老师如何帮助他们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武先生29岁，来自湖南个体；熊女士25岁，同样来自湖南无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是？结婚已经5年了。5年对吧？我为什么从结婚的年头开始问呢？今年你才25是吧？对。20岁就嫁给了他，对不对？对。怎么认识的？跟大家说说。他在高3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我当时在他的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店子。那个时候我高3的时候嘛，然后他就不停的送吃的给我，然后还贿赂我的闺蜜嘛。哦。然后久而久之，我闺蜜就觉得啊，这个男孩子对你挺不错的。哎呀，这闺蜜呀。你们就试试看吧。啊。然后我就这样就开始了。所以你这学历也就定格在了高3是吧？也没有。啊。我后来我考了大学。没去读。读了大一，大一没读完。考个大学生也不容易，对不对？他都没提前告诉我，他就直接回来了，这个还不算。不算啊。然后他回来之后嘛，我就觉得他没读大学了，当时商量了，就让他去读自考。我当时全身上下就14000块钱，我给了他12000，让他去报考自考学校。啊，然后呢？然后又给我读了半年。为啥呀？我当时在那边退学，我还是想再复读1年嘛，我觉得我还可以考个更好的学校，但是他硬要我自考。自考的话，那些科目的话，就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因为我是音乐生嘛，不是文化生，所以那些科目对我而言，我老师考试就不及格嘛，我就觉得特别没信心，感觉这不是我预想的那个路。后来你们俩怎么就结婚了呢？后来有了孩子。哦。因为我那个时候怀孕了嘛，怀孕了之后我就说结婚吧，我们至少给孩子一个家，然后给我一个名分吧。啊。然后你那会儿才多大呀？20岁。啊，你说吧。满了20岁啊。那个时候他们家人在建那个山庄嘛，外面欠了许多外债，但是在那个情况下，他还是跟我结婚了。啊。结婚之后，他就是经常忙里忙外嘛，那个山庄也在忙。然后就有一次去广州的时候，就不在家，正好我那个时候生病了，重感冒。然后我就不知道嘛，年纪小嘛，我就因为是第1次怀孕，然后我就吃了那个感冒药。后面去正规那个产检，跟那个医生交流的时候嘛，医生告诉我说，他说你怀孕其实是不可以吃药的，吃药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可能会宝宝会不健康啊、畸形之类的吧。然后呢？然后我听了当时心特别害怕，特别后悔，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当时通都没通知我一声，我在广州。你想想，我作为孩子的父亲，和我说都不和我说，我怎么想？
我怎么了？这后来怎么了？孩子没了是吗？我是没和他商量，但是我和我那个公公婆婆商量了，我婆婆也同意了，他们都是我婆婆带我去把那个孩子拿掉的。哦，那现在你们有孩子吗？现在有了。有了哈，有了就行了吗？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吗？是过去了啊。后来他怎么弄的？他寻死觅活。为啥呀？因为他回来之后，这个事情没完，他就找我吵，就怪我，责怪我不应该把孩子拿掉，没经过他同意，然后就找我吵。我那个时候身体还没有恢复，他找我吵，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就想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威胁他，让他冷静下来，不要找我吵。什么方式？想要从那个窗边上跳下去，只是吓一吓他吧。你也知道吓一吓，但是我心里怎么想？假如你出了点事，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我这一辈子还想不想过？行吧，这事儿不也过来了吗？后来呢？后来我就给他找工作。找工作怎么了？找工作就更奇葩了。第一次工作做公司文员，给我干了3个月。第二次给我在酒店当前台收银，给我干了1个月。最后一次在幼儿园当老师，我特意拜托了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这份工作。我前脚走，他后脚就出来了。半天我连事情都没忙完，我要急急忙忙的去找你，电话也不接，信息也没一个，是吧，姑娘？是的。哎，你这当妈之后有孩子，是不是好多了？是不是？你怎么了？那我就更想笑了啊！孩子整天就知道打麻将啊，家里现在乱七八糟，而且我不让他出去，那今天一天的脸色就不好看了，是吗，姑娘？我真的不知道他所谓的做家务到底怎样才算啊！但是自从就是每次他出去，偶尔或者说经常性的，我还是会做家务的。但是我每次把家收拾完的时候，他一回来就给我袜子啊、衣服啊扔得到处都是，然后什么都不收拾，什么那个糖啊吃了。有时候他经常在那个床上吃糖，我就跟他不止一次的说，那个床上是我们一家3口睡觉的地方，你不要弄在那个上面，也不好洗嘛。有时候天气不好，洗的那个被子、那个床单也不会干嘛，是吧？但是他每次都不信，每次说过之后，他还是一样的给我弄糟了。听明白了？我接着问问啊，刚才男生连续用了几个给我，是吧？你们都注意听了吧？我给他找工作，他给我怎么着？我给他干嘛，他给我怎么着？那个时候他从大学回来之后，我身上只有1万多块钱，我又怎么着？哎，在你的心里，是不是他是你的一个小附属品啊？不是。那你干嘛跟他说话那么？我希望能帮助他。你帮他什么？能让他成长。哎呀，来问问女生吧。刚才一直他在数落你是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人无完人，对不对？刚才我看你说的一系列的东西，实际包括这女生做的一系列的事儿，给我们勾勒出一个比较任性的女人，对吧？我问问啊，你先生在家里怎么样？是个好丈夫吗？他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应该算好的。算好的哦。对。我一直觉得，但主要是有的时候就是脾气上来嘛，他自己也说是三分钟热度，但每次那个3分钟嘛，让我受着，我其实觉得也挺难受的啊，因为每次我们只要为一点小事情吵架，就是他脾气很暴，对他都是对你大吼大叫的那种，很暴躁的那种，暴跳如雷。他应该对你是专心致志的，心里就你一个人吧？他还会有别的想法的啊，就是在上1个多月前嘛。我发现他那个微信上面嘛，经常聊一个那个女性，聊得比较频繁，嘘寒问暖呢，就超过了我们夫妻之间那种沟通和对话。这件事我可以解释啊，我和那个异性，他比我大10岁，我们是业务关系，而且我带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也吃过饭，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女生，是吧？除了这个没有别人吧？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打了结婚证那段，正好我怀了孕嘛，我发现他那个 QQ 上面跟别的女生也有暧昧，他们那个言语那个聊天记录嘛，特别暧昧。我当时已经跟你道过歉了，这件事我承认啊，我跟那个女孩子有一点点，但并不是说是往男女方向走，可能聊的
或者是感情，但是绝对没有出轨。这事儿我们就放在这儿了啊。如果不是因为孩子，那个 QQ 的事情啊，是因为我刚刚打完孩子。对，你现在还来跟我提孩子的事，你这孩子打了的话，打掉孩子，难道是你一个人心里痛吗？不是我吗？我明明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双重的那个创伤，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来责怪我？啊，好，不用发那么大的火啊，不用发那么大的火。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你暧昧了呗，还被人抓住了，你喊那么大声音干什么呀？对不对？你们俩今天来这儿要干嘛？我要来跟他讲清楚。你跟他讲清楚什么？如果他这样子过，我们只能离婚。你希望他怎么过？我希望你能够出去工作，或者是说在家把孩子带好，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孩子现在多大？孩子1岁9个月。男孩女孩？女孩。哦，正是需要妈咪照顾的时候哈。对，上幼儿园还得1年多。我现在不需要他出去工作。对，他说我不顾家，这里我真的要加几句，主持人。我那个孩子生下来，除了因为我是剖腹产嘛，除了月子里面我没怎么抱过他，只是喂奶之外，但是从他出了月子，从吃奶，然后到断奶、添加辅食，然后给他洗澡啊、洗头发呀、穿衣服呀。难道作为一个母亲不应该吗？我作为一个父亲，孩子在满月，每天晚上哭闹，是不是我每次抱着手酸呢？每次要抱着他抱2个小时，对，我承认，他才睡。我承认在月子里面你是比我带的多些，都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付出，那是天经地义的。啊，好，你看这先生啊，你娘家人知道你这些事儿吗？娘家人都知道。娘家人怎么看啊？娘家人就是以前退学啊这种事情嘛，退学他们没说过，但是后面那个自考又没考啊，然后工作什么都说过我，确实说过我任性。我这么问一句话吧，姑娘，这个你现在跟他离婚之后，你能自己过吗？我没想过要和他离婚，从来没想过。如果离婚的话，你能自己过吗？哎，离婚的话，孩子给谁啊？你能带吗？能。你怎么一个人带孩子呢？请保姆啊。他在不是一样可以请保姆吗？反正他不会让保姆教他呗。但是，请保姆的话，没有母亲带的好吗？那就母亲和保姆一起带呗，保姆先帮帮嘛，你得让他成长啊。我现在在山庄没有这个条件，我要等明年把房子装修好了才有这种条件，因为我们那个山庄很偏僻啊，一般请不到。那就行了嘛，那不是现在还得他带吗？所以你也带不了吗？离什么婚呢？没事啊，他不带，我妈带。哦，就像他说的，他说离了婚之后请保姆，他说我什么我都可以承认，他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都可以承认，但是如果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的话，我绝对不会承认的。行吧，男生你今天就是想来离婚的是吧？是想来离婚的，还是想来看看你的妻子有没有可以改的地方？你说实话。能改再说。能改再说。还是铁了心要离呗？那你告诉我他有？不相信他能改。哎，你告诉我他有什么好？你告诉我。善良。还有呢？不记仇。还有呢？还有他是孩子他认为就没有了。啊，我倒觉得他这个善良啊，不记仇，你应该学一学。我发现你记仇哎。女生从没想过离婚，对不对？我从来没想过。所以还是希望跟他好好过的是吗？对，尤其有了孩子嘛。那会儿是你追的人家吧？那会儿他也不懂事儿啊。可是你能包容他，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他那时候虽然……你反思一下啊，你不用回答我。女生，你有你的问题哈。对，我有问题，我承认。但是至少现在你对这个婚姻还持有希望，对吗？对。你愿意为这个婚姻做一些改变，是吗？我愿意的。好，只要能保住我们的婚姻，我都愿意的。所以你会发现，女生现在这个心理状态是那样一种心理状态。男生好吗？哎呀，他好，他是个好老公。你一细问发现，好像离这个标准又差一点，是吧？但是我一直觉得他还是好的，大体都是好的。好，所以他说你善良，不记仇。老师们，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从女方整个谈恋爱到现在这些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没有得到老公的认可，所以女方我倒觉得今天她的这个状态其实想要干什么，但是我和你确认，你又不知道要干什么，是不是这种感觉？对。我想要过好日子，
我想要经营好我的这个家庭，我希望做一个好母亲，但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做。对，因为有时候即使做了，发现那边不符合他的标准。对，这样的话就把自己给打压下来。尤其在这样一个从高中谈恋爱一直在他的这个环境状态下，应该在他人格里面，他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强大的自信，从来没有一个非常独立的自我。我是谁？我想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从来都没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好像是这个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价值。一哭二闹三上吊，人在什么状态下才会干这件事情？一定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了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他身上有着很强的无力感。你气愤是生气，是无奈，这个是无望，你们两个都很痛苦。而你这边呢，发脾气，发脾气意味着什么呢？平时你在忍，不该忍的时候你忍了，你没有表达出来，没有沟通好，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会咆哮、发脾气，很气愤，甚至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你还会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给我怎么样，给我怎么样，那个状态出来。你的道德感可能会很强，但是有一点，你没有在平时在感情上给他更多的沟通，你只是用条条框框来约束对方应该干什么，或者按照我的标准干什么，让他没有当妻子的感觉，甚至连当妈妈的感觉，他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强烈。一旦一个女人在你那里找不到那种感觉，你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没有价值，这可能是你忽略的地方。你可能付出了很多，但是在这里面他没感受到，没有接受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道理永远是别人的，但感觉和情绪都是自己的。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指的也是这个部分，他没感觉。如果你对他绝望了，那我今天就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你对他绝望，他一定会按照你所希望那个样子去往那个方向走，因为到目前为止你对他的影响还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未来他是什么样子，真完全还握在你的手里面。如果你鼓励他，你相信他，允许他再犯点错，毕竟他今年还不算太大，那么有可能他会像你所想象的样子。如果你都不相信，那所有人包括他自己仍然不会相信。既然你年龄比他大，你格局比他高，那对错都在你身上，不在他身上。他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你问题对他的投射，带着感觉你试一试。如果你用心到了，再给点耐心，如果还不行，那时候你再做决定，对得起你自己，也可能对得起他。我希望能够珍惜这份缘分，好吧？好，谢谢于老师啊，话说的已经很重了啊。来，周老师，男孩，我问你个问题啊，回到5年前，如果那个时候她的怀孕正常进行着，但是到医院那一刻，大夫告诉你，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你保谁？大人。如果你真的要保大人的话，你为什么那么责备他？如果你心里还爱他的话，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应该他怎么样了吗？对于女人来讲，流产跟生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她一样是需要关心和关照的。如果你那么爱她，她是一个20岁的女孩，而且还是在你妈妈的陪伴下去流的这个产，她愿意吗？她不愿意。你为什么不去关照她，而关照的只是她有没有告诉给你？如果是回到5年前，你爱这个女人，你的第一反应是为她着想，不是为你自己着想。所以应该来讲，在我的感觉当中，5年前你对她不叫爱，叫约束和管教。你所有的话都是你听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不是做什么都一定要听到你的。在这个家里边，你的老婆是没有地位的。所以我在想，爱情是什么？爱情是2个人至少在精神层面、感受层面是一样的。虽然说在这个家里边，你的钱的确赚的比他多，你是这个家里边经济的支撑，但是在情感方面，你们俩是一模一样。没有谁一定要听谁的，所以男生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人的话，你自己要不要先改变？如果你自己都不改变的话，不管你跟谁在一起生活，你可能都得不到你想要的婚姻。
同样，女人如果不独立，没有人看得起你，你外表长得再好看，依然有人不喜欢你。对，我知道。所以在你的孩子3岁过后，因为我不建议你现在是孩子还不到2岁，而现在你们家里边还需要人照看他。等到孩子3岁过后，你来考虑你自己要工作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前提是，即使你不工作，但是在你的思想上，你也不能完全依附他。你每天，你每花1分钱，每买1件衣服，你全得找他要吧？对，每次都这样。自己买不了。如果我想买800块钱的衣服，但是他只给300，那我怎么办？求他呀，求你再给我500块吧，很没有尊严的。所以回到家里边，先做好你自己独立女人的这个思想。第2个，再做一个好的妈妈。第3个，对于现在你来讲，做一个好妻子。这是你们2个应该共同经营的家。好，谢谢周老师。来，曲总。男生说你犯过错吗？犯过。暧昧，你觉得在这段婚姻的感情里，谁欠谁的？如果在我看来，你欠他的。但一旦触及你理亏的时候，你马上恼羞成怒，就翻出了说人家把第1个孩子打掉是没通知你这件事情。但是那件事情受伤害的是谁？受伤害最大的是谁？的确，你给他找了很多的工作，不是3个月、1个月、半天人都不做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你找的工作，你安排的事儿，他是否愿意去做？难道仅仅他没有这个出去挣钱的能力，他对这个家就没有价值了吗？就没有贡献了吗？而且我明明听到这个女生说，如果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承认；但如果你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绝不认可。这是她的底线。所以在很多事上你夸张了，是你出了问题吧？你出了什么问题，你心里最清楚。但现在的问题是到了说，真是要分开吗？或者说你真的忍心分开吗？或者说你希望孩子今后会失去母亲的关爱吗？这些你都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你再做出答案。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做人是要有良心的。女生，还是那句话，你要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承认，但是好妈妈我不认可。那我们听前面那句话，你作为妻子这个层面，你真是做得够了吗？男人其实他是既要孩子他妈，他其实也是想要一个妻子，恰恰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明知自己做一个妻子并不合格，为什么还要这么下去？维持这个家庭，一定是爱情是第一位，光以一个孩子来维系这个家庭是不可以的，一定是说你要尽到妻子的这个责任，你有吗？或多或少少了一些。你很大程度上你忽略了老公对你的一个期许，多给他一些爱。同时呢，等孩子大一些啊，也试着自己去找一找工作，分担一些老公的压力，这是做妻子的一个责任，不能整天出去打麻将，这样其实对这个家没有整天出去的。是啊，他已经说了嘛，说你有这个爱好习惯想去，不让你去，你不就不开心吗？对不对？没有。哦，还不承认是吧？那可能就是他说的话有水分。真的没有，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经过我公婆同意的，而且是他们不忙的时候，然后我宝宝睡着了之后偶尔去的，不是每天都去。好，咱能不能把这个打麻将这时间啊，心思花在他身上？老公所需要什么？多跟他交流沟通，对不对？包括来之前我已经1个多月都没有去过了，都可以。好，如果你能做到一个好妻子，又是一个好母亲，如果谁还要抛弃你的话，他的眼睛就瞎了。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曲老师。涂老师。一般来说，如果这个爱情发生在成熟之前，会是一份美丽的回忆，虽然并不一定有好的结局，但如果发生在成熟之后，又未免多上了几分世俗。从某种条件下来说，爱和喜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喜欢之上，如果多了一份奉献，多了一份更加持之以恒的一些付出，它也许就变成了爱。但我想说，你们俩之间，尤其是你对他之间，最初一定仅仅只是喜欢，到如今这爱也没多上几分。找一个年纪小又可爱的女生，你除了享受她的青春懵懂和活泼之外，就代表你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去引导她。你只享受了她的懵懂、青春和可爱，却并没有在她真正需要你引导，也就是那几次人生重大的转折点的时候，做好一个很好的表率。
那么你该管的时候不管，该引导的时候不引导。事到如今，你责骂他不上进，你责骂他不顾家，你责骂他不成熟，你这是怨谁呢？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坦率的来说，虽然这个女生的确自己不上进，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是值得你学习的，就是她还是像当年一样比较单纯和可爱。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是像当年一样世俗、小心眼儿。而至于对于女生来说，如果说7年前你还像今天这样，我觉得没关系，那叫可爱。但如果7年之后你已经为人母，你依然不懂得自己如何去把控生活的节奏，以及尊重自己，那你这7年几乎是白混。如果再长此以往下去，我告诉你，这个男人是一定靠不住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要自己救救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头，这婚姻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他不能回头，你也要做好自己带孩子生活的准备。你得想想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谢老师。只是提醒大家，就是当你没有独立人格的时候，你连自己的婚姻都做不了主，因为你不独立嘛。女生，你就想一个问题，你离开了他，你还能活吗？能。那就好好的试试自己怎么去生活。好。男生，你得想一件事儿，就是7年前他把这个书读完了，是吧？你们俩没结婚，现在你的老婆是他还是别人？这可能是你一段美好的回忆了。话说回来，就是看起来他退学是你们俩在一起的一个最重要的机缘，对吗？对。那段经历，如果我们从婚姻的角度来说，应该感谢那段经历。以后我觉得就应该让抹去，别再提了，好吗？都不要再提了。如果你们想往前走，想清楚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刚听了4位老师的话，我确实感觉自己在婚姻中存在很大的问题，不够独立，然后经常依赖你。但是我以后一定会为了我们的宝宝，为了我们的家，为了你，一定会慢慢改过来的都。我希望你还能给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这个家，或者说给我做好和做不好再一个机会。但是最主要的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我。宝宝不是你的人生，我也不是你的人生，你自己才是你的人生。哪怕我们有婚姻，多牵绊。他可能态度不对，但是他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女儿不是你的人生，我不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好吗？回去吧。请回，谢谢2位。哎呀，请关门啊！我是觉得于老师今天对他们这段情感的这个分析特别的到位。我们不可能靠别人的良知发现来让自己的生活有色彩，我们能做的是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他们究竟是好在一起，还是在今天这个现场选择暂时的分开，彼此去冷静，那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他们可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和对人生的真实的责任是什么。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更只想拥有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来，转过来吧。哎呀，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有请。
啊，女生，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下了之后，你好好反思一下老师们的话，啊，包括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你有你自己的人生啊，明白吗？你的人生不完全是他啊。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药保湿伊贝诗伊贝诗防晒霜提供的。接下来我们来见证一下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各位请见证。亮灯吧，啊！回答爆了。女生加油吧。好的。啊、男生好好对他，请回吧，谢谢，回去吧。是。小花瓣下来的时候，哎，我就看见这个所有的观众在那儿，呼就喊起来了，然后就忘记了，哎，这俩人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各位啊，不要被这种短时的情绪所控制，想一想，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困惑，请看。我是一个魔术师。刚做魔术不久就认识了他，他是我的第一批客户，帮了我很多忙，他人特别好，后来我就把他追到手了。他以前对我还挺好的，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可他现在翅膀硬了，还敢跟我对着干。任何事我都要看他的脸色，如果不顺他的心意，他就要惩罚我。这种被压迫的日子，我真的过够了。我总管着他是为了他好。他都快30岁的人了，总是做一些幼稚的事儿，他不理解我，还要跟我分手，我肯定是接受不了。我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标准，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姚先生29岁，来自四川魔术师；女嘉宾小刘32岁，来自四川活动策划。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啊，女大三抱金砖，结婚了吗？没有。恋爱多久了？2年。怎么认识的？因为我之前是做表演的时候认识的，他是相当于是我的客户啊。他是一个公司负责做活动策划的，跟他合作了一次，然后我就加了他的微信。那个是我刚开始做表演，就很多活动都是他给我介绍的，所以说我挺感激他的。哦。但是他自从我们在一起交往之后，他就变了，性格很强势，对我管得很严。比如说嘞？像我做魔术表演，一般我们都是有很多助手啊，助手我们都是找那种女孩。有一次，然后我们不是在彩排节目嘛，就是在排练，在工作室。然后因为我们表演大型魔术，有的时候会有肢体上的那种接触，就比如说把它变出来，然后拉着手，有的时候还跳一段舞哈，这样子弯下腰把它抱住，就被他看到了，他就觉得不行。那你是抱着腰吗？只是抱腰吗？有一次吧，我就去他们排练的地方去看看他，然后结果我就碰到他跟一个女演员在那里，就是他教他变魔术嘛，然后就在那里，哎，左手右手脸都快贴到一块了，你说这样挺让我生气的，对吧？哪个女生看了会顺眼呢？啊，然后你做了什么？我就让他把他的所有的演员都给换成男演员。现在看魔术的也都是女生偏多，对吧？女生肯定都喜欢看这种健壮的男性演员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这件事儿咱们就放在一边啊，因为周老师已经点头了，说对，我看就看精壮美男，所以今儿给你配俩过节，你看咱们这放一边啊。还有别的管你吗？而且那一次我教人家那个女孩变魔术嘛哈，回到家他就说你那么喜欢教人家变魔术啊，那你就给我把邻居的上下楼叫我去敲门敲开人家教人家变魔术，这是为什么呢？他给女生都可以变，那肯定搞好邻里关系嘛，也可以去变一变了。哎呀，你真厉害，姑娘，你这管理的很有水平啊！你知道去了吗？去了，因为我只认识1、2家比较熟人，有2家他准备报警了那种，我觉得很尴尬。你也去啊？要是我肯定是不去的，对吧？你还真去，你怎么想的？让人去？我现在头发不是有点少吗？他以前没说过，他现在就觉得我头发少可能是
身体有毛病，找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把它弄成那种粉末，弄成那种药丸给我吃。说的是好听，要帮我补身体。就有一次我表演的时候表演一段很浪漫的舞台魔术，然后所有的灯光都很棒，然后音乐也响起，然后我的动作都很优美，这样表演，突然我的鼻血就出来了。真的，我看到前排的观众都笑场了。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洞就直接钻下去。我们也笑场了，确实。他看我的那个头发还是没有长起来他又找了第2个偏方，就是我们是四川那边有那种辣椒嘛，他就把辣椒拿来泡酒，泡了酒之后，每天我出门的时候用那个棉花，然后粘在我脑袋上，这样涂一涂。管用了吗？我就感觉我每天出门就像那种头上顶着太阳一样。你干的？你涂什么呀？就是想帮他把头发长起来。你说我们都快到结婚了，然后我们要拍婚纱照，然后如果说你看他头发那么少，然后我们俩要是一起去拍婚纱照，人家看我旁边这样一个头发秃顶的，是吧？人家还以为我带了一小老头儿了。还有什么偏方吗？偏方倒是没有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一向很霸道很强势。反正就是说，他说往东，我绝对不能往西因为他的工作关系，他经常出差嘛他每次出差就要求我去接他，就是我无论有什么事就必须要去接他好，就有一次我们就是很多同事嘛，就是也是做魔术表演，我们一起探讨一下表演的方式我也喝了一点酒我就叫我2个同事去接他，回到家就反正已经很晚了，我一推开家门，反正他就坐在沙发上，他的脸就一直黑着，他就跟我说去哪儿了，我就说喝酒他就说你那么喜欢喝酒，我今天就让你喝个够，他就打电话给下面的超市。叫了1箱苹果醋上来，说要给我醒酒。苹果醋还要我把那1箱苹果醋全部喝完。喝完了吗？肯定喝不完了。你像喝完的话，我还不撑死了。而且让我边喝边写检查，写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写了吗？写了，但是我喝了2瓶醋之后，感觉很难受，我就去厕所吐了，然后我就睡着了。我当时吧，也就是想教训一下他，让他以后长记性，别老喝酒，因为他身体也不太好，对吧？对，你都给他吃补药了。对呀，也就是当时的一时之气吧。那他都喝吐了，睡在那儿了，你不难受吗？心里还是会难受。会难受，你还那么做？哎呀，我不知道你图什么从此以后，我看见那种苹果醋，包括我现在看都不能看我看到我都想吐。对，这孩子喝伤了，你看就心里有阴影了。行吧，所以你要受不了了是吧？还有就是还有苦，你看，你说，最近嘛，他就是老是逼婚，但是那是这样了，那我现在都32岁了，对吧？我家里人也催我催得挺紧的，我就希望他能早一点把婚事定下来。可每次我一问他吧，他就找理由找借口，就说哎，我们过2年再定吧。你说过2年我都多大了？不是我找理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想再奋斗2年，因为结婚是人生大事嘛。就这一次我就跟他对着干了，他特别生气不知道他那天可能心情不好，我就跟他说我不想结婚我就说气话他当时就给了我1巴掌，而且他还说以后再也不给我介绍客户演出。我那只是吓唬你的，也并没有这么做，对不对？你们俩有经济上的这个纠葛、债权债务的事儿吗？他欠你钱吗？有吧？你有欠人钱啊？你欠他多少钱？你告诉我。之前欠了6万，但是我现在还了3万给他。为什么欠人6万块钱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有那个肿瘤，那个做手术嘛，那个时候要10万块钱，我差6万，我就跟他借了。要他不给你介绍生意，你就没生意了吗？反正刚开始我做起步的时候是他给我80%都是他给我介绍的反正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挺感激他的了吧最近吧，就是因为家里边逼婚逼的也挺着急的，然后我父母一直催着我们快点结婚，然后他吧就一拖再拖，所以我一气之下那天才做出那样的举动。你打了他？对你平常你觉得你尊重他吗？尊重。你要娶人家吗？说实话。目前来说我还没做好这个打算。他现在不娶你，你跟他分手吗？不分。为啥不分呢？就是不想分。就是不想分，那你不能对他好点吗？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对，我那么管着他都是为他好。都是为他好，怎么为他好呢？你给人头上抹辣椒水的，你这怎么叫为人家好呢？你给人吃补药上了台都流鼻血了，你
就刚开始那段吧，他就对我挺好的。那个时候我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因为他老是后来他就变本加厉，就那个时候就他每天问我有没有，因为我做演出有的时候经常吃饭不定时的，有的时候要赶场这种，他就提醒我吃饭啊，然后有的时候我晚上回到家给我煮一碗面条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挺温馨的。对，他也有曾经的温柔，是吧？对，只是你没有这么报，对吗？说实话，2年以后娶她吗？我现在还做不了这个决定啊，那我们就明白了。行了，老师们，您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他今天如果就想和你分手，可不可以啊？不可以。那为什么不行呢？人有理由、有权利分手啊。因为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但是你认为的有感情是你认为的，其实从我们的旁边的判断来看，他已经说分手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呢？我那么管着他，一切都是为他好。你这里面的这个，谢谢老师。你这里面的认知啊是有问题的。32岁，用一个这样虐待的方式来对待男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会把他逼走？你觉得这样是对他好，是你认为的，还是真的这样就对他好？真的就是对他好。对，这就是你的问题。你对很多问题分辨不清楚，包括他不听你话的时候，和你对抗的时候，你居然拿出我不给你介绍顾客了，这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吗？你有没有想过，你拿出客户的事情做要挟？其实这段感情，我觉得很大层面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系，爱的关系占的并不是很高。如果站得很高的话，你也没有必要需要用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来歇斯底里的去抓住他、折磨他，来看看到底他爱我有多深。你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因为恰恰是没有爱，你心里很清楚，在你身上你占劣势，你只是抓住这个客户和经济资源，包括借他的钱，让你这么的仗义。但是你这仗义能坚持多久呢？所以今天你这个看法很可怕。那反过来，男士谈了2年，2年之后说再等2年再说，这句话有意思吗？2年以后再说，那我听起来就是我再骗2年。这种犹豫不决，其实背后隐含着一个阴谋。同样啊，在你俩的关系里面，经济因素占多少呢？你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吗？如果你是的话，你今天就不会说我受不了了，我忍不了了。所以你不是。那为什么当初你能够忍呢？因为你不忍，你活不下去。它是你的经济来源，所以这段感情关系远远没有经济利益大得多。如果这样的话，别2年了，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你做好准备。这个年龄，如果还带着这样一个方式去谈恋爱，那你是嫁不出去的。我说话比较重，就意味着是来敲醒你。哪有这么谈男朋友？什么样男朋友被你谈走了？不要扯上经济关系，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经济关系，这是你的问题。好了，好，谢谢于老师。我听完了，我没有觉得你们俩在谈恋爱，也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于男孩来讲，你无非就找了一个可以帮你介绍生意的大树而已。你要的也仅仅是这个金钱关系，而不是要的爱情关系。所以你可以做到绝对的服从。我相信没有哪个自由恋爱的男女，当女生跟男生说你必须把这一箱苹果醋给我喝完，这个男生冒着喝死的危险都要喝掉。不会有哪个自由恋爱当中男女会去做这种事情。只有一种关系，员工需要吃饭的时候会绝对听老板的话，但是哪天这个员工的翅膀长硬了，他可以跳槽的。所以现在你已经准备跳槽了，无非你现在还不跳槽的原因，第一没找到下家，第二你还有3万块钱的账没还清呢。所以男生，我觉得如果今天到最后做选择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爱这个女生，想给她名分，想要有一个家的话，现在你们结婚和未来结婚没有任何区别，拖人会拖死别人的。同样对女孩来讲，苹果醋你能喝1箱吗？仅仅是因为他没来接你，你自己不会回家啊？难道他接了你就代表他爱你，就会跟你一辈子吗？爱情不是用约束和权力能得到的。
所以女孩你也没有谈恋爱。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建议你们两个各自想想清楚，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段爱情的话，离开他去寻找。在你们这儿相处了2年多，他没有给过你。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还爱这个女人，你觉得这个女人值得你珍惜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抓住她。好，谢谢周老师。男生今天不是来给我们表演魔术的吧？不是，魔术是让人看不懂，对不对？今天一定要坦诚，你说的种种女朋友的不好，人家在你们家最需要钱的时候借了6万，对不对？我相信她也不是很富裕。你真正了解这个女人的心吗？或者说你现在愿意去体会她的感受吗？当她听到你这么数落她种种的劣迹的时候，姑娘是哭了。姑娘的方法可能是不当，但是出发点一定是好。给你吃补药，为你身体好；给你头上去抹带辣椒的那个小偏方哈，那是让你长头发。而你呢？如果说你明明不认可这种方式，那你早在第一时间你就提出拒绝呀。所有都是当时你们感情好的时候，都是温馨的瞬间。现在呢，变成人家的过错。我们讲点良心好不好？即使我们要说现在的感情已经不在了，或者说我根本没有真正的爱上你，我们说清楚了行不行？姑娘对你是不错，方式呢，你原来觉得是享受，所以人家就这么去做。你们俩人的事情其实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就可以啊。我们可能都不能说女孩多么的不合适，但是如果说种种女孩对于你原先当做享受的事情，你现在提出来说是分手的借口的话，我只能鄙视你，你对不起女孩对你的一片爱。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你们俩是先有了感情，还是先有了债务？先有的感情。哦，这是异口同声的。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一点，你哭什么？我觉得特别委屈。你委屈什么呢？因为我对他这么好。你对他哪儿好了呢？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姑娘。如果普通的恋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有一些惩罚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惩罚不是你这样。你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街边上有那种老公做错了事儿，要写保证书，或者是背着老婆爬个2、3层的，对不对？但是多半爬到1层，老婆就不会让他背了，因为心疼他呀。所以说惩罚是虚，其实内心发表不满是实，但你不是啊，你是来真格的呀。我认为你哭不是因为你对他这么好，你之所以哭是认为你在这个男人身上投入了时间，这是第一，你年纪已经大了；第二，你投入了金钱；第三，他曾经在你面前是那么的卑微，接受着你所赏赐的一切，今天翅膀硬了，居然敢对你这样，你是哭你自己。为什么从强者变成了一个低头认错的人？为什么从一个当年被追求的人，今天倒反而成为了求他不要分手的人？你是哭自己的悲哀，你不是哭你对他有多少感情。但是你也够可以的，在整个感情的表述过程当中，你不像这位女生，她有情绪的表达，不管她是哭你还是哭自己，她至少在这段情感当中，她是有触动的，你没有触动。我也不知道是你是变魔术的这个职业属性，所以在镜头面前有五官的表现感，还是你在这段情感过程当中，你压根儿没有感受到不被尊重，或者是也没有感受到悲哀，或者也没有感受到即将分手之后的一种悲凉，你没有任何感情的表达，所以更加断定了我内心的想法。原来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可以再次被上演的。我还是比较同情你啊，我同情你不是你付出了感情，我同情你是你自己没有认清自己。你以为你自己是猫，别人是老鼠，到头来其实你是老鼠，别人是猫。32岁年纪还不算大，今天呢让他打张欠条，该钱债的钱还，
至于情感上，双方都是自动自愿。我觉得这个男人对于你来说没有太多的投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他更精于算计。所以我认为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更多的反省一下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自己出现的偏差。至少你将来找的男人，应该是坦诚的面对于你的。如果哪天你还改不了这个习惯，你还是要去惩罚自己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我不接受你这样的惩罚，爱我请尊重我，这样的男人值得你爱，其他的一切免谈。祝你幸福。所以我一直认为，所谓感情的债没法算，就是这样。好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叫美好；不好的时候，感觉变了的时候，这个美好就变成丑陋了。其实就是站的位置不一样了嘛。真爱过没有啊？真爱过没有啊？真爱过不就得了吗？好了，那就彼此祝福说，我现在不爱了，我就分手。我方法不对，我还想爱，就往前走。但是女生，你一定要记住，分寸。不要说因为我爱，我就失去了分寸。你也一样哦。来，黄金60秒。不管以前我怎么对你，我希望你还是能够跟我一起走下去。毕竟这2年我们走的也不容易。你现在不在我身边，我真的好无助啊。其实以前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不是都挺好的吗？为什么后来就让我感觉很压抑？我真的不知道这段感情走下去，我们还会不会一起幸福？所以，我以后不再想那么多法子惩罚你了。别哭了，谢谢你们，请回。我们看了一段这个挺拧巴的爱情，来，请关门。但是这样的情感，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因为这个里面的情感已经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了。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聚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这对年轻人能够用透亮的心去读对方吗？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来，别哭了，把眼泪抹掉，别让他看着乐。祝他幸福。啊？干嘛祝他幸福啊？好好跟他说拜拜，别祝他幸福。就真心的希望他以后好好过。祝你幸福啊！回去吧，谢谢啊。来，也不算是悲剧。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分手都不算悲剧。这要是再隔个5年、10年才看清这个男人的本质，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呢。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来自万事达爱情保卫战专区的网友向涂老师提问：我和我男朋友是相亲认识的，他比我大4岁，我们俩相处了1个月之后，他就提出明年就要结婚，因为我刚毕业，我想先奋斗2年再谈婚论嫁，他不同意，我肯定不会辜负他的，但他还是要毅然和我分手。结不结，不结就分手。这话听着怎么都像买卖，但是面对于这样的对于婚姻的羞辱，你的答案居然是我不会辜负你，我也是醉了。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药保湿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的。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还在正月里，所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没出正月还是年。我们祝大家年年有余，鸡年大吉！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